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场景中呢，有一些这种蓝色、白色这种发光的粒子，如何来做一些这个发光的粒子呢？我们这里简单的来设计一下这个粒子系统 Niagara。好，找到 Orion 这个目录啊，新建一个文件夹，取名字叫做 FX。这一个文件夹呢，是专门用来存放粒子特效的。这个地方我们只是简单的这个设计一下啊，有详细的课程呢是在我另外的一个 Niagara 粒子特效的一个系列里面。好，这个地方怎么来创建？右键，然后 FX 选择 Niagara 系统，这里呢选择下一步，好，再选择这个叫 Hang Particulates 啊，一些漂浮的这个粒子，我们把它给加进来。点完成，给它取个名字，用 FX 开头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给它来一个名字叫做 Dust 灰尘啊，发光的灰尘。双击进去，好，这一个界面呢，大家可能之前没有见过的话不会很熟啊，你可以先跟着我一步一步来。首先，我们把发射器的属性改成 GPU。这样子呢就可以产生更多的粒子，然后粒子的数量啊，现在可以看到左边是这个预蓝的啊，现在有一些漂浮的这个白色的粒子了，但是这个数量不够，我现在给它来变成5000，在这个 Brown Red 这个地方变成5000，可以看到这个数量一下子非常非常多了。好，暂时先这个样子保存一下，放到我们把这个粒子啊，把这个粒子放到这个位置来。好，可以看到瞬间来了很多啊，因为它被选择起来，所以有个边界，我们可以按下键盘上的 G， 可以取消掉。好，但是呢，我想让它的范围变得更广一点，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 Box Location 啊 ，Box Location 这个叫盒子的这一个位置，让它变得很大，变到5000，然后这个高度2000左右。好，我们再在外面来看，这个时候，这个白色的粒子啊，瞬间就分散到各个地方去了啊，我们让这个数量更多一点，变成2万。现在2万的这一个数量就已经，这个范围太广了啊，似乎我们用不到这么广。稍微看一下费，往这边拖一点，把这个范围呢再变小一点，变成3000，然后高度只有1000左右。好，这样子呢就稍微集中在这一块了。我们现在这样子看，好，这一个粒子系统的数量上又把这个大小还变一点，变成3500。这样子让它没有太多的边界。好，这个数量也差不多啊。当然，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，你可以通过这个 Brown Red 的这个数量来控制，然后 Box Location 来控制这个大小啊，这个范围大小。另外呢，我们还可以让它的颜色发光起来。怎么做呢？这里有个 Initialize Particle 啊，这个粒子的颜色在这个地方调整。如何让它发光呢？只需要让这个 RGB 的数值超过1，它就可以发光。比如说，我们先来个2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数有一点点发光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变成20，这样子就非常非常亮了啊，非常非常亮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，哇，太亮了一点，太梦幻了啊。把它变成5吧，把它变成5，我们再看一下。5的这个亮度差不多了。另外呢，我希望它有一点点泛蓝色，所以我们的 blue 值 B 值可以稍微高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变成8。蓝值还不够，我们把它变成10。好，这样会更加难一点。好，现在这一个粒子的数量呢，就有点太多了，我们再把粒子数量减少一点点，变成1万吧。
好，这个呢就会稍微正常一点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将这个发光值啊，在 initialize particle 里面将这个发光值呢变得更大一点，就会更加梦幻一点啊。好，这一个是添加了一个这个灰尘，然后粒子的详细课程呢，你可以转战到这个我录制的 Niagara 特效课程里面去。